兄弟們，我跟你們說個事兒，你发现没？街上那些真正混得开的大老板，一个个跟人精似的，你见过几个是刚提了新车在朋友圈里晒的？几乎没有。为啥？不是他们买不起，是真精，那脑子比猴还机灵。他们等的是什么？等的就是割韭菜啊！不是，我嘴瓢了，是等别人恐慌性抛售，就等市场一哆嗦，那些好车哐当一下就被他們撿漏了，懂我意思不？現在這二手車市場啊，就跟大雜燴似的，滿眼望去全是那種看起來像總裁座駕，開起來還有百萬級新車架勢的狠角色。我跟你說，這裡頭的水深着呢，深到能給你淹死。9成9都是坑王之王，就等着你這種不懂行的，一看，嚯，這麼便宜，衝進去，然後呢，後續的維修保養賬單一張比一張狠，直接給你幹破產，銀行賬戶哭都沒地方哭。不過嘛，凡事都不能說死，總得有幾個漏留給咱這些懂行的。我就給你們扒拉出來那麼幾款神車，他們自身素質硬，毛病少，故障率低，關鍵是現在這價格簡直跟白撿的一樣。所以這期視頻咱不整那些虛的，我就直接上乾貨。給你們盤盤，現在市面上哪10款豪華二手車入手最他媽划算，讓你開出去面子直接拉滿，回廠修車也不用看着賬單心臟搭橋。想知道是哪10款神車的，話不多說，點讚關注，咱們馬上開整。我們從第10名開始看起，這台車叫 Volkswagen Phaeton， 到今天為止，絕大多數的人還是看不懂它。乍看之下，它就像一台不小心被放大拉長版的 Passat， 沒錯，這低調到不行的外觀當年是它最大的致命傷，但到了今天卻成了你撿便宜的最大優勢。因為在它樸素的外表下，骨子裡根本不是一般的福斯，而是一台不計成本、開發出來直接單挑賓士 S-Class 的旗艦總裁座駕。Phaeton 當年是跟賓利 Bentley Continental 共用同一個平台開發的，你一上車就能感受到那種頂級質感，車門關起來扎實沉重，隔音更是好到變態，就算在高速公路上飆，車內依舊安靜的像圖書館。它的路感不是那種熱血運動風，而是極致的平穩，這才是這個極具該有的陸地頭等艙體驗。進到車內，你就會明白當年在台灣新車價為什麼敢賣到300萬甚至400萬台幣。滿滿的實木飾板，全車頂級真皮，通風加熱座椅，4驅恆溫空調，還有全車系標配的氣壓避震。當年其他豪華品牌要加價幾十萬選配的頂規好料，福斯直接塞滿不囉嗦。福斯當年真的是用力過猛，大放送，而這也導致了 Phaeton 在商業上的慘敗。畢竟當年沒幾個人願意花400萬買一台掛着福斯 logo 的車，市場的無情折舊直接給了它重重一擊。當年高不可攀的頂級旗艦，現在在台灣中古車市場，只要新台幣20到45萬元左右就能入手。當然，這台車絕對不適合那種只開車不保養的人，它的科技太複雜了，要是壞了，修起來絕對會讓你大失血。但如果你懂得挑車況，有固定熟識的保修廠，這台車能給你的舒適度和尊榮感，在這個價位帶裡，全台灣你絕對找不到第二台。接下來我們看到第9名奧迪 A8 的第4世代，當年這台車一開出廠就是大老闆總裁巡視公司的頂級座駕，沉穩安靜，氣場強大。更厲害的是，這台 A8 的車體不是用一般的鋼材，而是採用奧迪引以為傲的 ASF 鋁合金空間框架，這讓它車身更輕，結構更硬，而且幾乎一輩子不會生鏽。這是一台只會隨着歲月變經典，而不會慢慢爛掉的老派好車。現在到了很多人一聽就頭痛的部分了，中古的大只奧迪，特別是搭載 V8 引擎的車款，老實說，大家的擔心完全正確。這代 A8 的 V8 引擎簡直是修車工廠的搖錢樹，車主的噩夢。結構複雜，零件貴到翻，修起來毫不留情。但這就是內行人才知道的都市傳說了。買這台 A8，你千萬不要碰 V8。你要買的是 3.0T 版本，這顆3.0升 V6 引擎是用機械增壓，而不是渦輪增壓，這點非常關鍵。機械增壓的運作溫度較低，壓力較小，壽命自然更長。它跟當年性能較跑奧迪 S4 用的是同一顆引擎，妥善率高，體質強壯，經過市場長期考驗。買這個版本，你同樣能擁有頂級旗艦的外觀、超大的後座空間，還有招牌的 Quattro 4輪傳動，但完全不用去扛動輒幾十萬的引擎大修風險。當然了，奧迪畢竟是奧迪，它也不是神車。這顆引擎開到大約13萬公里左右，它的 PCV 廢氣閥和節溫器這兩個塑膠環保材質零件差不多就下課了。在台灣外匯車或民間專修廠，預防性更換的維修費大概落在新台幣3到4萬元左右。雖然不是小錢，但至少是花得明明白白的，已知通病。想象一下，當年引進台灣新車價要將近400-500萬台幣的頂級旗艦，現在中古市場只要新台幣40到55萬元左右就能牽回家。用這種價格買到這種水準，這才叫真正的划算。
接下來看到第8名，也是一台豪華大車 BMW E65 世代的7系列，這絕對是 BMW 歷史上爭議最大、最具兩極化的車款之一。當年一發表，全球車迷哀鴻遍野。那前衛的設計，有人愛死，有人恨死。但也正因為這台車當年背負的罵名，才讓它到了今天便宜到不可思議。不過大家都忘了一件事兒。BMW 在2006年推出小改款時，其實非常認真地聽取了市場的負評，把整台車的妥善率和質感做了一次大洗牌。小改款後的內裝變得更有高級感，塑料跟環保材質的組裝品質大幅提升，操作也更人性化。早期的 A-Drive 系統原本是個科技災難，小改款後也變得听話順手多了。這時的 E65 不再是個半成品的實驗車，而是一台完美繼承大7招牌魂魄的頂級旗艦。動力部分，不管是 740i 還是 750i， 台灣市場多為長軸 Li 版，完全就是這個級距該有的最高水準。腳下踩着那顆如絲綢般順暢的 V8 引擎，有力安靜，完全是為了長途高架或高速公路而生。它不需要你大腳油門刻意拉高轉速，而是優雅气定神閒的推進。其中740的動力輸出最均衡，而750則是可以用純粹的狂暴扭力讓你驚豔。在路上開着這台大7，那種4平8穩居高臨下的壓倒性氣場真的沒話說。底盤完美過濾台灣拉力賽等級的爛路，隔音水準一流，在高速公路上飆起來，你只會覺得這台車好像才剛熱身完，越開越沉穩，這才叫做真正的純血頂級旗艦。這台車當年的折舊可以用血流成河來形容。當年台灣新車價動輒400-500萬台幣，現在中古市場上有些車況普通的小改款大7，新台幣10到20萬元左右，竟然就能牽回家。当然，這台車的養車費用絕對不是開玩笑的，定期保養和預防性維修絕對省不了。但如果你不怕人家開社會式大7的刻板印象，這台車能給你的配備跟大車氣場性價比高到爆表。它不是虛有其表的山寨貨，它是一位落難的帝王，而你現在可以用極低的代價體驗當年的王者風範。接下來第7名，我們來看看賓士初代的 Mercedes-Benz CLS， 當年一問世，簡直像在車壇投下一顆震撼彈。在2000年代中期，那時候這台車美的就像是從未來開出來的4個車門，卻有着無比流線的雙門跑車線條。它不是那種方方正正笨重的傳統豪華大水牛，而是純粹的優雅與性感。當年這經典的香蕉車曲線直接帶起了全球4門轎跑的狂潮，每個人都想擁有一台。而到了今天，這款 CLS 成了你用超低預算1圓賓士總裁夢最香的選擇之一。在技術上，這代 CLS 其實是跟當時的 E-Class W211 共用平台，這對買中古車的人來說是個巨大的優勢。因為這個底盤平台技術非常成熟，民間專修廠摸得透透的，後勤零件多到爆。保養維修費用絕對比頂規的 S-Class 便宜一大截，但你在路上看過去，它卻有着完全不輸 S-Class 的尊榮氣場。低扁寬體尊貴，到今天開在台灣路上，絕大多數路人還是會覺得這台車身價至少要200-300萬。在動力選擇上，最推薦 CLS 350和 CLS 500，這兩款車都搭載了最經典的自然進气引擎，運作平順，動力隨傳隨到，而且少了渦輪增壓器的複雜結構，妥善率比後期的小排量渦輪引擎好太多了。CLS 350的動力非常夠用，養起來負擔也比較輕鬆，而 CLS 500搭載的 V8 引擎則是用那厚實的聲浪和綿密的加速力道，徹底征服你的耳朵。進到車內，你能感受到最純粹的老派賓士質感，扎實的用料，厚重的關門聲，手感極佳的實體按鍵，沒有現在那種讓人眼花繚亂、看久了很累的電子大熒幕，只有最純粹內斂的奢華。在高速公路上開着它，那種平穩、安靜、氣定神閒的行路質感，就是最正宗的賓士味。當然，歲月是把無情的折舊刀。這台當年引進台灣新車價高達400-500萬台幣的夢幻轎跑，現在在台灣的中古市場，車況不錯的，只要新台幣20-35萬元左右就能入手。雖然買回家基本的耗材整備還是省不了，而且大排氣量的牌照燃料稅也是一筆開銷。但只要你肯花心思挑一台車況好的，這台車能給你的品味、氣場和面子，在這個價位帶裡 CP 值簡直高到沒朋友。它雖然不是最理性的代步選擇，但絕對是性價比最高、最迷人的豪車尤物。來到第6名，我們又回到了奧迪。奧迪 A7 當年問世，基本上就是奧迪對市場提出的一個靈魂拷問。如果想把奢華藏在骨子裡，而不是顯得俗氣暴發戶，那車子該長什麼樣子？當它在2010年發表時，整台車美的就像直接把概念車掛上車牌開上路。低扁的車頂線條，寬體的霸氣車尾，還有那無窗框車門，跟帥到沒朋友的電動升降尾翼。
到今天為止 ，AA7 依舊被公認是奧迪史上設計最優雅、最美型的4門斜背轎跑。最棒的是，在這張高顏值的外表下，它骨子裡裝的都是非常成熟好養的動力心臟。在台灣，我們最推的也是那顆最經典的 3.0 TFSI 汽油引擎，動力隨傳隨到，改裝潛力又大，再搭配上8速手自排變速箱跟招牌的 Quattro 4輪傳動，開起來那種4平8穩、貼地飛行的路感。完美符合這台美型轎跑的雅痞性格。坐進車內 ，AA7 展現了奧迪最擅長的頂級數位座艙質感，用料高檔，線條利落。即便過了這麼多年，那套懸浮式的中控熒幕和儀表設計依然科技感十足。車內摸得到的每一個按鍵回饋都非常精緻，完全沒有一絲廉價感。每次開着它上高速公路，你就能體會到這台車真正的實力，安靜沉穩，不知不覺就開得又快又優雅。這台車天生就是為了高速巡航而生的。接着就是讓現在的買家最興奮的痛點了，折舊當年引進台灣，新車加上選配動輒要價350萬甚至400萬台幣，如今這一切都成了過去式。現在在台灣的中古車市場上，一台車況優良、顧得很好的初代 A7，只要新台幣45到65萬元左右就能輕鬆圓夢。用一台國產新車的預算就能買到100萬豪華轎跑的頂級氣場、強悍的操控與極致的美學。如果你血液裡流着對美感的執着，同時又想保持理性的預算，這台 A7 絕對是台灣中古車市裡最香、最不會讓你後悔的選擇之一。我們再回到 BMW 第5名是 F10 世代的5系列，這代車型可以說是 BMW 品牌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。BMW 變得更成熟、更沉穩，甚至帶有一點高階商務車的霸氣。當年 535i 剛上市的時候，它就是經理人、大老板還有主管們最完美的頂級配車。對於那些想要強悍性能卻又不想太高調張揚的人來說，這台車低調、沉穩、內斂，開起來也完全就是這個調性引擎蓋。下搭載的是 BMW 聲名顯赫的招牌 3.0 升直列6缸涡輪增壓引擎，也就是著名的 N55 引擎，運作起來像絲綢般綿密，低轉速時扭力就非常飽滿。只要你一踩油門，動力隨傳隨到。它不是那種脾氣暴躁的賽車引擎，而是一个運作極度精緻的長途巡航利器，搭配上齒比綿密的8速手自排變速箱，在高速公路上飆起來時速150，160公里對它來說根本像在散步一樣。坐進車內，你會看到當年 BMW 最引以為傲的招牌設計，完美的駕駛坐姿，高質感的內裝用料，還有完全以駕駛為導向、直覺又好用的中控台界面。當年許多車主會選配電子阻尼避震、HUD 抬頭顯示器，還有高階的 Harman Kardon 音響。這些當年科技感爆表的配備，放到今天來看，依然毫不落伍。接下來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。這台 535i 當年在台灣不論是總代理還是外匯車，新車身價輕鬆突破新台幣300萬。而到了今天，你在台灣中古車市場，只要花新台幣35到50萬元左右，就能簽到一台狀況相當不錯的車。用一台國產二手小代步車的價格，就能買到兼具性能舒適度與純血 BMW 操控靈魂的中大型主管房車。F1535i 絕對不是虛有其表的空殼子，它是一個戰鬥力爆表的全能型選手，更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用折舊痛擊市場，讓內行買家撿大便宜。好，我們緊接着來到第4名，而且我們繼續留在 BMW， 這台是2011年式的 BMW 528i。一般來說呢，買便宜的中古雙臂就像在玩俄羅斯輪盤，修車貴到脫褲，折舊快到哭。很多人買回去根本是財務上的慢性自殺，但這台2011年式的 528i 絕對是你等了很久的唯一例外。因為它是 BMW 歷史上最後一台搭載傳奇 N52 直列6缸自然進氣引擎的5系列，沒有渦輪增壓，沒有複雜的高壓直噴系統，就是最純粹、最經得起考驗的經典科技。這顆 N52 引擎妥善率高，壽命極長，開過的人都知道，它順暢到好像這輩子從來不會壞一樣。因為從2012年開始 ，BMW 就改走小排量渦輪路線，換成了 N24 缸渦輪引擎。那顆引擎骨子裡塞滿了各種環保塑膠料件和高壓燃油系統，被台灣車友戲稱為“塑膠感滿滿的定時炸彈”。不僅環保材質容易老化漏油，修起來還貴得要命，所以2011年式的 528i 剛好佔據了最完美的中間點。它有着跟現行路上跑的 F10 世代一模一樣的摩登帥氣外觀，但引擎蓋下卻裝着最皮實、最耐操的老一輩骨幹科技。這台車目前在台灣中古車市場大概只要新台幣25到35萬元左右就能入手，開出去看起來像台價值100萬的尊榮 BMW， 開起來卻像有終身保固一樣安心，絕對是風格、保值跟妥善率的黃金交界點。接下來第3名屬於賓士，對很多資深車迷來說，
W221世代的 S-Class 是最后一台真正继承了宾士老派精神的旗舰大車，沉稳、尊荣、真材实料。它没有现在那种为了科技而科技塞滿一堆發光熒幕的電子花車感，有的是扎扎實實的德國頂尖工藝。特別是2009年小改款之後的版本，賓士已經把前期的各種小毛病和環保材質問題改得差不多了。這也是為什麼這款小改款 W221在台灣懂車的行家眼裡至今依然是搶手貨。一開車門，你就能秒懂為什麼這台車當年會是豪華房車的唯一標杆。車門關上的厚重聲音極度療癒，內裝用料高檔到就像是把頂級客廳搬進車裡，真皮、實木、高質感金屬，完全沒有半點廉價的塑膠味。它的座椅不是要讓你開快車防側傾的，而是像皇室沙發一樣尊貴。你不是在開車，你是在御駕親征。開上台灣的道路 ，W221展現出它最恐怖的實力，極致的平穩。台灣拉力賽等級的爛路、坑洞、氣壓避震一壓過去，直接被撫平，車外所有的噪音進到車內瞬間消失。在這裡，速度已經不重要了。不管是 V6 還是 V8 引擎，它的運作就是安靜優雅，完全是為了長途巡航而生。這台車不是拿來跟人家在紅綠燈起步狂飆的，而是讓大老闆坐得舒舒服服、神清氣爽抵達目的地的。最後是讓人跌破眼鏡的價格。這台當年在台灣新車價隨便都要400-500萬台幣的總裁座駕，現在中古市場上車況顧得很棒的小改款車型，竟然只要新台幣35到55萬元左右就能牽回家，這可怕的折舊簡直是老車玩家的狂歡。今天的 W221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炫富的工具，它代表的是一種對生活品質、對經典工藝和低調奢華的極致追求。好，我們終於來到倒數第二名，第2名就是 Mercedes-Benz S-Class W212世代的小改款。年份介於2014到2016年，在許多車評跟行家眼裡，這絕對是歷史上最強、最無敵的一代 E-Class。如果你去問那些天天在路上跑、開了幾十年車的職業運將或小黃司機，他們給你的答案100%會是同一個 W212小改款。這完全不用意外，因為這是賓士在全面走向科技、環保塑料跟降低成本之前最後一代真材實料。用料不手軟的鋼鐵巨獸，整台車的組裝扎實耐操，而且所有設計細節都經過深思熟慮。引擎蓋下搭載的是最經典的 M276 3.5 升 V6 自然進氣引擎，沒有什麼複雜的渦輪增壓，也沒有奇奇怪怪的電子小毛病，就是純粹極度穩定而且壽命超長的硬核科技。正是這種硬實力，讓這台車就算開了20-30萬公里，開起來依然像剛出廠一樣輕快沉穩。坐進車內，那種扎實的品質感會從你指尖傳來，內裝的材質、按鍵的手感、車門的厚重度，通通都是可以用一輩子的等級。車門關上時那聲扎實沉重的碰，那種被鋼鐵安全包覆的信賴感，在現在最新一代的賓士身上，老實說，你已經很難找回眾老賓士味了。當然，這台車也不是完全沒缺點，有一個無傷大雅的通病，它內裝的木紋飾板在台灣炎熱，紫外線超強的烈日曝曬下，時間久了容易褪色泛白。不過這純粹是視覺上的小瑕疵，完全不影響任何車況與安全。最後來看大家最關心的車價，這台當年引進台灣新車價高達300萬台幣的豪華房車，現在在台灣的中古市場，只要新台幣40到55萬元左右就能輕鬆圓夢。一台能帶給你十足社會地位與尊重，質感好到爆棚，而且妥妥展現老賓士極致耐操壽命的旗艦房車，現在竟然只要當年新車價的20%不到，這性價比真的可以閉着眼睛直接牽車了。最後，萬眾矚目的第1名，我們用另一台奧迪來壓軸。如果你想要同時擁有頂級奢華，又想要有超跑等級的狂暴性能，那麼奧迪 S8 第4世代絕對就是你的終極夢幻座駕。引擎蓋下躺着的是一顆4.0升 TFSI V8 雙渦輪增壓引擎，這具引擎完美兼顧了怪獸般的極致輸出與優異的妥善率，搭配上奧迪傲視群雄的 Quattro 4輪傳動系統、主動式氣壓避震以及滿滿的頂尖賽車科技，讓每一次踩下油門都變成一場感官饗宴。當年它的台灣總代理新車身價可是高達天文數字的700多萬台幣，而到了今天，你竟然可以用新台幣120到160萬元左右的價格，把這整套頂級性能配備直接打包帶走。這種西裝暴徒級的動力與奢華結合，讓 S8 成為中古車市裡極度罕見的夢幻逸品。雖然這一代普通的第4 A8 跌得不成人形，但性能版的 S8 憑借着無與倫比的操控、極致的舒適度，在市場上依然非常保值。現在這個價格真的會讓所有懂車的人興奮到睡不着覺。一坐進車內，
你就能立刻感受到奧迪在这台旗舰性能车上傾注的所有心血，頂級的碳纖維與真皮交織，無可挑剔的細緻組裝，還有直覺好上手的科技配置。而當你深踩油門，那顆 V8 雙渦輪引擎低沉咆哮的瞬間，它所帶來的貼背感與腎上腺素飆升，才是一台真正頂級性能豪車該有的靈魂。當然 S8 的養車與維修費用絕對是1等1的旗艦級規格，這點毋庸置疑。但對比它當年高不可攀的新車價，以及它現在能給你的超跑級震撼，它絕對是地表最強的性價比奇蹟。內行的人早就已經默默在尋寶了，趕快在大家發現這個終極秘密之前，搶先入手這台西裝暴徒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盤點。這10款德國豪華中古車，雖然現在中古價便宜到不可思議，但只要你懂挑，車況顧得好，他們依舊能在路上帶給你滿滿的尊榮感。如果喜歡這支影片，別忘了幫我點個讚、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，這樣才不會錯過更多高 CP 值的豪車選購秘籍。最後，我也很好奇大家的想法，這10台車裡面，如果讓你選一台，你會最想把哪一台牽回家？趕快在下方留言告訴我。我們下支影片見，拜拜。